林霄带着他的小青梅回家的那天，我正在医院抢救，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包括我即将就要死去。最后，他红着眼跪下求我能原谅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把手机丢在沙发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热搜上的一片恭喜和夸赞，真是金童玉女，仿佛所有人的都忘了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林太太。登上热搜的那个女孩子我认识，她是林霄的初恋杨凤，是他爱而不得了10年的青梅。电话响起，菲菲，我今晚要加班，不用等我了，你早点睡吧。那头林霄的声音不似平常冷淡，压抑着淡淡的喜悦。林霄，话音未落，电话已经被挂断。我点燃蛋糕上的蜡烛，微弱的光跳动着，逐渐熄灭，奶油化的不成样子。蛋糕表面牵手的2个小人，此刻化成一滩难看的色彩，流淌在蛋糕表面。我没来由地泛起了恶心，大概是电视上挽着林霄的那双手扼住了我的喉咙。一定是这样。林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他抱起蜷缩在沙发上装睡的我，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茉莉香氛味，是杨凤最喜欢的香水。早在15岁时，他就爱上了这一款香水，因为一开始是我看上的味道，结果我推开林霄，猛地灌下一杯水，压下喉咙即将喷涌而出的恶心的味道。菲菲，我吵醒你了。林霄难得露出温柔的表情，似是压抑着内心的那点愧疚。我指了指桌上已然融化的蛋糕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蛋糕都化了，真可惜。林霄表情逐渐僵硬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公司太忙了。我打断他的解释，是杨凤回来了对吗？林霄低下头，他离婚了，国内也只有我一个朋友了。菲菲，周末我带你补过纪念日，今天真的是意外。我笑了笑，没吭声，算是答应了。林霄爱了杨凤10年，我爱了林霄15年，明明我和他才是两小无猜，结果他俩却成了青梅竹马的存在，而我成为后来者居上，成了别人眼中横刀夺爱的第三者。我暗恋林霄的时候，他正迷恋着杨凤。15岁那年的体育课上，我出潮，血染红了裤子。林霄不顾我的反对，背着我直奔医务室，任我怎么在他背上抗议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最后，校医给了我一片卫生巾，一向洁癖严重的林霄脱下外套系在我的腰间。回到教室，大家窃窃私语和不怀好意的眼神让我羞红了脸。我转头看向坐在角落的林霄，他也恰好抬头看了我一眼。一眼万年，天知道，就是那一眼让我深深忘不了。少女的情窦初开就是这么不可理喻，彼时的我以为那一眼对视是我们的双向奔赴，直到我听到一个声音：林霄，他不是有女朋友了吗？就是 X 校的校花，听说还是个艺术生啊。校花无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不就是杨凤吗？跟杨凤比，我确实自惭形秽，她样样比我强，还比我长得漂亮，脸蛋已是资本，偏偏杨凤还是响彻全校的才女，这是完全不给人活路的那种。杨凤成了圈子里的女神，所有的男生都未能跟她有一点交织，趋之若鹜。林霄也不例外。从此，我便将这份深深的爱恋偷偷埋在了心底。直到读高中时，我选了文科，林霄和杨凤不约而同选了理科。渐渐的，林霄放学后不再与我同行，1周也见不了他一面。从前放学会等我一起送我回家的林霄，成为了别人的歧视。他会不远百里飞去杨凤的学校接他放学。
第一次，他说要参加放学后的物理竞赛培训，让我自己早点回家。没等我反驳，他就把我拎到了校门口。第二次，他说学校乐队要排练，不能有外人在场。可我明明看见杨凤坐在他的琴凳上，弹着林霄不许任何人碰的琴。第三次，没有第三次了。那天的排练后，林霄和杨凤正式在一起了。他们已然不顾旁人的眼光，正打得火热，还一起立下誓言，要考同一所学校，一起出国深造，一起规划美好未来的蓝图。他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人叫我柳菲菲了。我明白他是刻意躲着我，之后的日子，我也刻意躲着他。有好事者追问，也被我用分班的借口含糊过去。周日早上，厨房香飘四溢，林霄围着我的小兔围裙，有模有样的在捣鼓着什么。结婚3年，这是他第一次为我做早饭。他是个极度骄傲的人，他从不在人前示弱。我曾经笑话他，哪怕有一天他身败名裂，他也会昂起高高的头颅，一步步优雅地走下神坛。想得出神，林霄叫了我几声，我都没听见。餐桌上放着热气腾腾、熬得香浓的粥，很好吃。我笑意盈盈。如果时间能停留在此刻就好了。饭后，我们准备去花田，当是我们结婚时一起种下的种子。3年过去了，终于长出一片茂盛的向阳花。林霄的手机突然响起，那边微弱的女声，似是在哭泣。是杨凤，时隔多年，她的声音还是没变，软萌楚楚，是个男人都无法拒绝。林霄表情肉眼可见的慌乱，拿出外套就要出门。我拉住他的手，可不可以不去？今天是他答应我补过的纪念日啊。林霄看着我，毅然地甩开的手。菲菲，我很快回来，你等我。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那天直到深夜，林霄也没有回家。我收到一段视频，林霄在厨房回过头，脸上泛着红晕，对着镜头温柔地说：“凤儿，别闹。”杨凤咯咯地笑着，结束了这段视频，随后发了一段文字：“菲菲，她做粥很好喝。”我没再看手机，把做好的蛋糕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真可惜，又一个蛋糕浪费了。我在洗手间吐得昏天暗地，而我的老公在他的初恋家中一起岁月静好。我给林霄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没有人接，就像10年前的那天一样。那时候，林霄每天晚上当护花使者，从我们学校赶到 XXX 校，就为了送杨凤回家。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几个校外的混混，领头的人我认识，追求过杨凤的人刘光，后来被林霄揍了一顿。我紧张地咽了口水，一步一步往后退，被撞到了冰冷滑腻的墙壁，手上的青苔提醒我，我已经无路可退了。那天人附着围着我，像打量一个物件，嘲笑、辱骂。刘光大手一挥，带着小弟们浩浩荡荡离开。我捡起沾满泥土的衣服和散落一地的书本。那天之后，我就病倒了。那时候林霄正在杨凤家中帮他整理笔记，说是杨凤刚好在那一晚崴了脚。原来崴了脚的人连字不会写了。回到家，没人问我为何衣衫脏乱不堪，有的只是一个冷眼和鄙夷。我爸破天荒地过来关心了一句，见我吞吞吐吐，他便提出让林霄每天放学无论如何都要陪我回家。林霄满脸都是不耐烦，却又不得不这么做。他居高临下地盯着我：“柳菲菲，这种小伎俩对我没用的。”我开始勇敢面对林霄的变心。他从家里搬了出去，他说工作太忙了，这段时间要住在公司。
也好，省得我吃药的时候还要避开他。半个月，我确诊了胃癌，医生说如不尽快手术，或许活不过3个月。我打了一通电话，我的哥哥请来了国外的胃肠科专家。我很积极配全治疗，然而由于这段时间的情绪影响，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林霄我的病，杨凤就回来了。林霄搬走的第1天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刚吃了止痛药，努力维持着平常的语气。我忽略掉电话那阵娇俏的女声，装作不知，嘱咐他要按时吃饭。挂完电话后，我的手机里正是杨凤5分钟前发给我的晚餐照。杨凤说：“菲菲，这家餐厅是你一直想和他一起来的吧？”我皱着眉头，不想回复。杨凤总是这样，轻而易举的就夺走了我喜欢的一切。我深爱着林霄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可他只要勾勾手指，一个眼神，就能让林霄放下一切追随他而去。但我讨厌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抢了我的林霄，更因为杨凤其实是我名义上姐姐。小时候，妈妈就离开我了，爸爸说给我找一个漂亮可爱的阿姨照顾我，问我愿不愿意。我没有回答，心里想着那个漂亮可爱的阿姨到底有多可爱。杨凤就是我爸在外面找的小三的女儿，她的妈妈抢走了我的爸爸，而她抢走了我的爱人。名义上，我该叫她一声姐姐。原本，她已经拥有了我曾拥有的一切。但那一年，她抛弃了林霄，一家3口一起移民去了英国，和我的爸爸、他的妈妈，如此的一家3口，我却不在内。没有人知他离开的原因。从那之后，林霄像疯了一样，他满世界寻找杨凤的踪迹。但杨凤这个人，一旦做了决定，便再也不会回头。半年后，林霄放弃了寻找杨凤，他开始流连于各个宴会，对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来者不拒，但从不让他们过夜。喝多了酒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什么话都不用说。哪怕是暴雨天、生理期、肠胃炎，我都坚持送他回家。有时候还会先送他在酒会上认识的女伴回家。那几年，所有人都知道林霄的小跟班柳菲菲风雨无阻，大概是爱惨了他，真是掉价。虽不好听，但我和林霄真的在一起了。一场意外。那天他喝得特别醉，回到家后，他不停地喊着凤儿，凤儿，那个他清醒时从不愿不提起的名字。他说：“凤儿，你不是说最讨厌我喝酒吗？你要说闹到现场，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，可我喝了这么多酒，你怎么都没出现？”端着醒酒汤的我，在背后听完了这段自言自语。林霄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，他挥手砸掉了醒酒汤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凤儿，你回来了。我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几秒后，轻轻地环上了他的腰。他猛地将我带到床上，我没有拒绝，当怕他把当成了杨凤的替身。林霄搬走的第3天，我也搬走了，搬进了医院。今晚有一场酒会，邀请我们夫妇参加。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见过他，细细一想，也才3天。他容光焕发，越发显得我憔悴。当然，他并没有发现。我挽着他的手臂，仿佛我们之间从没有隔阂一样。也许林霄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他早就习惯我的百依百顺，也从不掩饰别的女人对他示好的痕迹。我也从未因为这些莫须有的莺莺燕燕生过他的气。但这次不一样，那个人是杨凤。不停地有人上前敬酒，我带着微笑，应对这些想要攀关系的各种老总。林霄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开了。面前这个秃头男个正在介绍他的雄图伟业，拉着我口若悬河。
出于礼貌，我一直带着微笑听他夸夸其谈，转过头却看见林霄正在角落，身边的女人娇嗔地抢走了他手中的酒杯。林霄也只是一笑，轻轻捏了捏女子的脸颊，又似乎意识到什么，四处张望一下。林太太，一只肥硕的大手在我面前探了探，我回神，左上腹突然疼得厉害，我找了张沙发坐了下来，右边的沙发突然向上塌陷，我转过身，是一个有些眼熟的男人。也许是我过于苍白的脸色吓到了他，他帮我叫了120，我没有拒绝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他帮我披上了外套。我躺在救护车上的时候，林霄正在为杨凤开车门。救护车从他面前开过，他抬头往这边看。我下意识地别过脸去，突然意识到林霄根本不会看见我的，我躲什么？醒来的时候，我还躺在医院病床上，一个男人坐在旁边，一脸怜悯地看着我。这样的目光让我感到非常不自然。我还没死呢，不需要被人同情可怜到这种地步。我闹着要出院，男人目光灼灼，眼里充满了担忧。我想我应该认识他的，可是一下子竟然想不起他是谁。可是那种面熟是掩盖不住的。他带我回了我的新家，带走了我家的备用钥匙，这是他带我出院的条件。这个新家，我才搬进来1天，好像这里生活了10几年一样的熟悉。房间里新鲜的向日葵，就像一束阳光，照亮了这个房间，照耀着内心的每一个角落。我打了个喷嚏，鼻子有点痒。林霄很不喜欢花，准确地说，他不愿意送我花。所以结婚3年，我从没有收到过花，就连婚礼现场布置的都是假花。在婚礼上，林霄的腰书，他拿了钥匙，却从不打扰我，1日3餐准时送达。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自己从没有出过院，只是换了一间单人病房。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，杨凤来找我了。柳菲菲，我们谈谈。杨凤上下打量着我，眼里的疑惑越来越重。杨凤，你到底来做什么？柳菲菲，你不知道吗？杨凤一脸不可置信，见我没有反应，菲菲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们马上就要回美国了。我捂着耳朵，明明已经逃离了，为什么他还要来这里耀武扬威？杨凤话音未落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林恒之拎着粥站在门口，看着我们大眼瞪小眼。我先挽起了林恒之的手，接过晚饭，用我自己都觉得腻歪的声音：“恒之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饿坏了。”说完，嘟着嘴撒娇地看向他。杨凤显然被震惊到。林恒之摸了摸我的头发：“乖，你先吃饭，这里我来处理。”他拉着杨凤去了门外，声音一阵大过一阵：“你明明知道他。”杨凤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却被林恒之大声制止：“杨凤！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杨凤离开了，走之前还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心安理得，继续吃着林恒之带来的晚餐。他带来的晚餐让我最近的胃口都好了起来，虽然后面还是忍不住会吐掉一些。林恒之开始给我着手手术的事，医院那边他已经联系的差不多了。你知道我没钱。我淡淡的吐出这句话。林家有的是钱。林恒之也淡淡的回应道。我淡然一笑。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天，身边只有林恒之陪着我。林霄或许正沉浸在杨凤又突然放他鸽子的悲痛中吧。杨凤和我爸还有他妈，一家3口又出国团聚了。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，而我爸也为了讨好他的新欢和新女儿，对我更是放任不管。你说我会死吗？我把所有的蜥蜴住在看林恒之的眼神里。我不会让你死，
老天也不会。我笑了，乐观而且坦然地笑。是啊，背叛我的人都活得好好的，凭什么我要去死？我要活得比他们更好。在我闭上眼就要进入与死神搏命的瞬间，林恒之拦住了我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是一颗天上的星星，那颗星星很耀眼，但是有一天，那颗星星旁边有了一颗同样亮的星星，我看着两颗星星一起落下，一起出现，这颗星星不再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林恒之的声音有点哽咽，我恍惚中似乎有点触动，鼓足了力气嘲笑他。妖叔，看来是暗恋啊，至少拥有过了，对不对？他看着我，突然用力地抱住了我，一股热流顺着我的颈部往下，逐渐冰凉。我醒来时，看到病房里插满了我钟爱的向阳花，花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，耀眼又明亮。我深深呼吸了几口除去消毒水味的其他美味。别那么用力，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呢。林恒之提着暖心的粥来了。从他的口中我得知，这次手术做了6个多小时，全靠医生的全力以赴和我极强的求生欲望。那时，纵使这个世界曾放弃过我，我仍然不会放弃我自己。从没有觉得精神如此富足，即使肚子空空，却有消耗不完的精气神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我想去踏青。我叫道。林恒之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，你就安分点吧，医生还没有发话，你这什么急？嘴里吃着林恒之喂来的稀粥，突然想起林霄这段时间都没有联系我，他应该看见了我签名的离婚协议书了吧？进手术室之时，我还在后悔，以为自己会出不来，如果不离婚，以后林霄提起我就是亡妻，离了婚就是前妻，死活便不重要了。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，心境倒豁然开朗了。林霄会怎么跟杨凤解释呢？是说我死缠烂打，趁虚而入，还是说被我感动，填补空虚？又或者他们会选择忘记我，闭口不谈？林恒之还是天天到医院照顾我，给我讲他的故事。一个暗恋的故事，不见天日，就像以前我的一样。林恒之每次读他的日记，都会一脸憧憬地看向我。妖叔，你的故事有点惨，我看你怎么还挺享受啊？林恒之尴尬一笑，当年年轻，眼瞎，不懂得选人。我知道分别的时间到了。出院那天，我没有通知任何人，自己跟医生交接后，拿了些巩固的药物，默默打包好衣物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新家。我把林恒之送我的那几盆向阳花全搬了回来，放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，让花继续吐露芬芳。林霄通过林恒之找到了我，听说他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林恒之才不情愿地告诉他我的住处。打开门的瞬间，林霄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紧紧地将我揽入怀中。这个温暖的怀抱，我期盼已久，此刻心中竟毫无涟漪。我深知不再是我的归宿。我推开他，淡然地看向他，有事？林霄瘦了一大圈，胡子拉碴，这不像他，他可是骄傲的人，怎么会让自己这副模样？看来杨凤果然又把他抛弃了。菲菲，这么大件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还好吗？林霄眼里有愧疚，但是不多，我眼不瞎。我把门开着，自顾进去给他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半躺在沙发上，睡眼惺忪地说：“我很好啊，比任何时候都好，好得不得了，你看。”我指着满屋的向阳花，我的新家充满着生命，不再死气沉沉，等待别人宠幸。离婚的事，我不同意。林霄最终说出口：“为什么？”我接住他的话，毫不迟疑。林霄诧异地看着我：“菲菲，你变了，
变得好果决。呵，一个刚从死神手里活过来的人，怎么可能一成不变？现在你的身体恢复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在一起，再也没人能干扰我们的生活了。林霄急切地说，这些年他习惯了有个人在身边，这个人不管是谁，没有杨凤就一定得有我。我冷眼看他，杨凤走了，他去了国外。是啊，只有杨凤离开了，杨潇才会想起我来。只要杨凤在，哪怕我快死了，他也看不到我的存在。林霄，我刚从鬼门关活过来，你以为我有几条命可以耗在你手上？请你看在这几年我极力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的份上，放手吧。我不想再做杨凤的替身，我是柳菲菲，我不是谁的替代，我只想做我自己。林霄向前一步，似是要跟我解释。别的什么都不用说，光凭你在我重病期间弃我于不顾，却在照顾别的女人，这一点足以判你死刑了吧？3年了，即使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，何况是一颗心？3年间，你陪我吃过几次饭？逛过一次街吗？记得我的生日吗？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、穿什么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你却清楚地记得杨凤喜欢百合，象征着夫妻百年好合的花，你整束整束地送到了回国不久的他的住处。晚宴上，我腾晕过去时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关心着你的白月光，对他嘘寒问暖，对我弃而不闻。我苦苦等了你3年，以为你会在某一天，在我睡醒的瞬间，突然对我说：“菲菲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能辜负你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多做梦都想着你跟我说这一句话，可是现在也不迟啊。林霄急切地向前拉住我的手：“菲菲，以后我们一起过日子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耳边听着林霄不着边际的憧憬规划，我却觉得他的声音离我好远好远。正恍惚着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来人打断了林霄的话：“你是太高估自己了，还是把菲菲当傻瓜？”当2个人的矛盾升级到3个人的战争，这场戏就不那么好看了。我待在那里，不想参与这2叔侄的纷争。我不是物体，他们爱怎么是他们林家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菲菲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来纠缠她？你是嫌她受的罪还不够多吗？林恒之愤怒地上前，挡在了我的面前，做出保护我的架势。我这才想起，原来我早就是自由身。我林恒之的举动，我应该非常理解释，但是我不想利用他，因为我不是一个滥情的人。我把他轻轻推开，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。林霄怒不可遏，他似乎不能理解我和林恒之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站在他面前。菲菲，你怎么能？他是我叔啊！我看着林霄狰狞的面孔，正想回怼，林恒之一把将我揽进怀里。菲菲又不是你的专属物品，她有爱任何人的权利。林霄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林恒之，叔，他是不会爱上你的，他的心一直在我这，他不会爱上任何人。我的心瞬间跌入谷底，林霄是多么的有恃无恐，原来他就是吃定我不会爱上别人，对他情有独钟，所以这么多年把我当成挥之则来，弃之则去的可怜虫。我不许你这么作践菲菲。林恒之终于忍不住发起了火，脸色涨得通红。眼看这对叔侄可能就要为了我大动干戈，即使不再关我的事，我也不想成为他们之间的导火索。正要离去之时，杨凤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她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站在我面前：“柳菲菲，你可真行，能让林家2个男人为了你争风吃醋。”看到杨凤的刹那，我的好胜心瞬间就被点燃了。我朝他莞尔一笑，
立马转身移到林恒之的身边，挽住他的胳膊。恒之，刚才你不是说下午要带我去看美展吗？这里太吵了，我想现在就出去吃玩玩，吃饱喝足玩够了，再去看展，好不好？我摇着林恒之的手臂，撅嘴撒娇。好好好，你说了算，想去哪儿吃，我都听你的。林恒之一脸宠溺地拍拍我的头，我依偎在他肩头，像极了热恋中的少女。林霄发疯似的上前一把拉开我，柳菲菲，你手点妇德好吗？哼，他早就跟你小叔暗度陈仓了，哪还有什么妇德？杨凤站在一旁冷笑道。我斜眼看着面前这两个把我伤得体无完肤的男妇，此刻我真佩服自己没有在他们俩面前加个狗字。柳菲菲，我跟杨凤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真要有什么，那也是和你结婚之前的事了，你就一定要拿我妖叔报复我吗？林霄对我的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那一晚他错把我当成杨凤时场景。你为什么不推开我？你知道我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爱上你，你真的要我负责吗？事后，林霄叼着烟，高傲地朝我吐着烟血雾。这个我爱了15年的男人，此刻不管龙潭还是虎穴，我都要闭上眼闯一闯。林恒之没有继续给他们羞辱我的机会，而是一把将我拦腰抱起，缓缓走出门口，放我坐在鞋凳上，细心地为我穿好鞋，绑好鞋带。杨凤气鼓鼓地看着这一切，脸色因气愤涨得通红。她怒视着我，手却指着林霄：“林霄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败坏你们林家的门风。”杨凤自从到了我家，我爸对她是百般疼爱，生怕亏待了她，惹得心欢不开心。于是我的房间自然而然成了杨凤的，我的玩具变成她的，我的爸爸也变成了她的爸爸。而我从3年级开始就被送进了寄宿学校，美其名曰为了我好，可以让我修身养性，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。反正当时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拉着爸爸的衣袖，求他不要丢下我时，他是这样跟我说。从此我知道我再也没有家，没有爸爸。1个月难得回去一趟的家，没人愿意看见我。杨凤他妈杨玲是个笑里藏刀的女人，在爸爸面前，她表现得对我呵护有加的好后妈样。爸爸不在时，她则对我冷言冷语，经常会拿我妈打击我。我警告你别不识好歹，现在这个家，给你吃给你穿的人是我，跟你那个下贱的妈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最后别让我看到一丁点跟那个女人有关的痕迹，我眼里容不下。事情的起因是我偷偷藏了一张妈妈照片，放在床头，后来离家被杨凤翻了出来。杨玲当着我的面把妈妈的照片撕得粉碎，我扒拉起地上的碎片，想要一把它们拼凑起来。于是我找到爸爸，向他要一瓶胶水。当杨玲得知我要胶水沾照片时，瞬间变得无比委屈，在我爸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说我心如硬石，怎么捂都捂不热，还说我是个白眼狼。爸爸听了后，不但没有给我胶水，还一个劲儿地指责我不懂事。后妈精心照料我的饮食起居，吃苦耐劳，把去贵族学校住宿的机会让给我，我还不知道感恩。对此我很无语，如果把我送到寄宿学校也算是照顾了我，那我到底受了谁的恩惠？于是我头铁忍不住顶了句嘴，如果寄宿真有那么好，你们不让杨凤去？此话一出，全场的人呆怔了2秒，杨玲一下坐在地上，又是哭又是闹。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啊，因为怕外人说我亏待了你闺女，我省吃俭用也要把她送进好学校去，让自己的女儿每天走路来回10几分钟，上的还是这附近条件最差的学校。现在却说我偏心了，
真是后妈难做，我怎么做都是错的。杨玲的泼撒了好一阵，眼见哄不好，我爸板着脸拉我过去道歉。我倔强地处在原地，可就是不开口。我说的有错吗？要是没记错，阳凤上的所谓条件不好的学校，可是花了我毕生的积蓄买的学区房才拼来的名校。而我上的贵族学校，最大的特点就是离家远，里面全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才丢进里面自生自灭。我能顺利长大，三观没长歪，已是幸事。道歉，快跟你灵姨道歉！我爸还在逼我。我从口缝里挤出几个字，我又没说错。话毕，杨玲哭喊得更尖锐了，句句砍在我爸的心坎上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嫁了个这样的家庭，辛辛苦苦付出，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摊上这样没良心的人家！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瞬间落在我的左脸上，我顿时眼冒金星，觉得天旋地转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才发现我爸的大大的手掌还举在半空，他咬牙切齿地朝我怒喊：“快道歉，不然就给我滚！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！”我惊愕地望着我爸，这个从小把我捧在手心上的男人已经不属于我了，他成了别人的老公，别人的爸爸。再后来，我很少回家，回去我也只能睡客厅。杨凤已经不想让我跟他挤一个房间了，哪怕那个房间曾经是我的，哪怕我每个月只是回去住1-2个晚上，他也忍受不了我。同样，我也忍受不了他。我在想，我跟林霄离婚了，杨凤不是应该感到高兴吗？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他在一起了呀。可是我看他的表情却不是这样的，这让我很是不解。你们那么相爱，我成全你们不好吗？我朝他笑笑，笑得痴癫。我才不要你的成全，不管有没有的存在，林霄都会是我的。你以为你就有本事抢走他吗？是的，只有被爱的那一个才会如此有恃无恐，这像极了林霄和我。我轻轻一笑，对杨凤的自信，我早已不放在心上。林霄这时走过来，拦住即将要离开的我们。菲菲，你不能跟我要书走，我还没在协议上签字，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我不会轻易放开你的。林霄的一番话让现场的另外2个人目瞪口呆，杨凤眼里的怒气更甚了。林恒之泰然地挡在我面前，两叔侄又到了针锋相对的境地。我承认我利用了林恒之，心里以免有点心虚，于是我抢先一步穿上鞋，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不许走！林霄拉住我，菲菲，我不许你走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我怎么明明闻到一阵哽咽的味道？但我不想回头，现在才装什么深情好男人，早干什么去了。恒之，我累了，你抱我吧。我向林恒之张开双臂，露出娇嗔的表情。林恒之两眼放光，立马拦腰将我抱起，一步步走下楼梯。柳菲菲，放弃我，你会后悔的。林霄的撕裂声在背后响起。在这一次的四角关系中，林霄的眼神一下都没停留在杨凤身上，我多少有点报复的快感。林恒之带我来到海边，他在日记里提到过的暗恋的痕迹。原来他是从这里开始喜欢上我的，比林霄早。我最后一次离家出走的那天，是高中填志愿的那个暑假。杨玲，那个狠毒的后妈，她瞒着我改掉了我的医学志愿，改成了离家几千公里的鸟不拉屎的一个野鸡大学。我哭得昏天暗地，之所以立志要当医生，是因为我的妈妈就死于一场可以避免的病痛，是家里没有及时重视到她的身体状况，才使得妈妈的病情拖延了时间，最终不治身亡。
可怜我小小的身躯，趴在妈妈的遗体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爸只是伤心了几天后，就带回来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，身边跟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，那就是杨凤。当我得知我的志愿被篡改时，我跟他们拼了命的吵，直到嗓子嘶哑。争吵在我爸砸过来的餐桌椅落地声中终止。我捂着鲜血直流的额头冲出那个家，一路狂奔到海边。那一刻，我只想跳进这片汪洋，一死了之。只有这样，我就可以再看到我的妈妈了。是林恒之发现了我，他把我扛回沙滩，在一轮一轮的人工呼吸下，我终于不情愿地苏醒。再不行，恐怕心脏要跳出来了。他吻得太深太急了，根本不给我呼气的机会。林恒之抱着我离开后，林霄也失魂落魄地离开了，留下无人问津的杨凤在我的家里歇斯底里地打砸着阳台上的向阳花。这还是我回去后查监控看到的场景，要不是有监控，我都没见过杨凤居然也有这么泼辣的一面。画面中，她像一头狂暴的母狮，愤怒地打砸着我屋里的一切，嘴里还嚼着国粹，场面好不壮观。毕竟这么多少，她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一副乖乖女形象，撒泼不存在的。即使我因为她故意撕烂了我刚画的画，我扇了她一巴掌，她也能沉得住气，捂着通红的脸装成委屈的样子，在我爸面前倒打一耙。结果就是我永远都是那个得理不饶人的坏人，而他懂事、乖巧、善解人意。林霄不就是看上他这个吗？我嘴角上不禁上扬，实在没忍住把这个精彩的视频发给了林霄。我记得杨凤找我摊牌说林霄喜欢他不喜欢我时，我也向他发过火，只是他波澜不惊，淡定非常地看着我，把我衬托得像个被人抛弃的怨妇。哪知那次林霄刚好躲在大树后目睹了一切。柳菲菲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居然第一次发现你这么粗野无礼。这是林霄当场给我的评价。而后他搂着像受惊了的兔子般的杨凤渐渐走远，我依稀听到林霄附在他耳边安慰道：“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嫉妒，以后少惹他。”我嫉妒？是啊，那一刻我嫉妒的要发疯。不知林霄看到杨凤打砸的视频会作何感想？电话很快响起，是林霄。菲菲，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吗？我统统给你添置上，花我已经订好了，搬运工正往你家赶。看看，讨好的架势谁不会？杨凤她这是疯了，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就是看不得你好。多么相似的话，却出自同一个人嘴里。我把林霄的电话录音发给了杨凤，我承认我有点肤浅，可男人不就喜欢女人肤浅一点吗？果然，杨凤找上门来，她不知道林霄正和搬花的花匠正赶往我家。柳菲菲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杨凤生气起来其实并不好看，像极了他妈年轻时对我发火的嘴脸，这让我感到无比厌恶。我妈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是贱胚子，跟你妈一个样，就是个短命鬼。怎么，死不了了是吧？所以作妖作怪，想离间我和林霄的感情。我告诉你，柳菲菲，即使我把林霄丢进垃圾桶，你也不配捡起他。就算他在我这里没有价值了，也轮不到你捡漏。你就死那条心吧。我嗤笑着昂头看他，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眼神。你敢蔑视我？你个贱人是活腻了吗？你就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垃圾，你爸就是个大傻帽，自己的孩子不心疼，把我当成大宝贝了。现在他老了，干不动了，就想让我和我妈回到他身边照顾他。呸，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，他配吗？他只是我妈年轻时看上的长期饭票，不然我们怎么占有你家的房子？怎么霸占你爸的财产？
活该你爸妻离子散。还有，你以为你去上了那个什么医科大学，你妈就能救死扶伤，把你那死去的妈复活了吗？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吧！杨凤疯魔似的一顿输出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把他当成白月光的林霄正站在门口，一脸铁青的怒视着他。你不是说你妈看菲菲早早没了妈可怜，想给她一个温暖完整的家，才勉为其难答应他爸做这个后妈的吗？你不是说你妈对菲菲比对自己还要好千倍万倍，家里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菲菲，你在家里即使受了委屈，你妈妈也叫你不能吭声，因为菲菲会比你更委屈吗？你不是说是菲菲把你们的片好心当成了恶意，自己修改了志愿，想要远离你们才做出的决定吗？你不是说……够了，林霄，你这算是在袒护他吗？杨凤露出从未有过的狰狞面向林霄。我抱着双臂，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对佳偶，正面红耳赤的吵得不可开交。兜兜转转纠缠了半个多月，林霄终于答应放手在协议上签字。菲菲，是我有眼无珠，错把珍珠当石头，把粪石当钻石，这么多年委屈你了。临了，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，我还是忍不住嗤笑。不管珍珠还是粪石，以后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只是林恒之，我终究还是有愧于他。为了不再面对尴尬的场面，我给他发了一段告别信息，踏上了飞往安国的客机。临走时，我爸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意思是这么多年怎么亏待我，委屈我，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和不得已等等。我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，坐在机座上，俯瞰下空，这里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